25日 ，OpenAI 公布了这次 Build Week 的得奖名单。这场活动要求参赛者使用 Codex 和 GPT 5.6，把一个想法做成真的能跑能被测试的产品。4个组别，8个得奖作品，没有一个在追求包办一切的超级 AI。他们反复做出的反而是同一个产品决定，先把问题缩小，再把 AI 不能决定的事画清楚。得奖者里有61岁没有城市背景的兽医，也有第一次参加黑客松的工程师。更值得看的不是他们让 AI 做了多少，而是每个作者都知道哪一段可以交给 AI， 哪一段必须留给规则和人。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些作品里拆出普通人也能照着用的 AI 产品思维。Vetridge 最先改掉的其实是一句很常见的抱怨，柜台应该更会分诊。问题是柜台没有受过几十年的兽医训练，也不该替医师做医疗决定。Aaron 真正做的是把兽医脑中的观察顺序拆成一组柜台能问的问题，先排除立即危险，再选症状路径，收集跟下一个决定有关的资讯，最后把案件交给技师或兽医。他还把2件很容易混在一起的事分开，病情有多急跟今天还有没有空位是2个不同问题。行程满了不会让一只生病的宠物突然变健康，这个分开才是产品核心。 AI 可以帮忙听懂凌乱的描述，整理 intake， 医疗决定仍然交给有资格的人。普通人可以直接抄的不是兽医流程，而是选题方式。不要先问我可以做什么 AI app， 先找一个每周反复发生，总有人在交接时漏掉资讯的 moment。 谁先接手，他看得到什么？哪一句话会让案件立刻换路线？交接流程可以写出来还不够，使用者必须看见系统，凭什么这样判断？ Second Voice 面对的是另一种看不见。说话含糊的人脑中知道自己想说什么，旁人却只听到几个碎片。他不急着替人宣布答案，而是把局部语音、个人常用句和当下情境放在一起，只提出2-3个候选。使用者选择或修改后，他才把那句话说出来。最小的按钮、选项数量、确认要花多少力气，这些才是产品。斗也一样，作者学越南语时常被家人笑声调不对，但一般 app 只给1个红叉。他做的不是再多1个分数，而是把自己的 pitch curve 叠在母语 reference 上，直接看到声音在哪里偏调，再得到一个具体修正。Mechanica 详解的是，只看古籍与文物很难理解古代机械实际怎么运作。他把分散的史料变成可以拉开操作的 3D 模型。真正关键的不是模型会动，而是每个尺寸都能追到古籍、出土文物或明确标成学者推论。学界有2种答案，就让2套 reconstruction 并排。这3个产品做的是同一件事，让使用者看见证据、修正与不确定性。可是只要把证据做得漂亮，还是可能把不该交给模型的权利一起包进去。把判断做成画面之后，下一步才是整集最关键的。别让模型因为能解释就顺手接管不能出错的事。都用讯号处理判断声调，语言模型只负责解释怎么改，证据不够就请你再录一次。POS 要在急救现场把混乱口令整理成可靠记录，模型只听懂语音，心率电击次数和给药时间仍有可以重现、可以撤销的 state machine 管理。AirBridge 想把 Windows 电脑的声音送到家里的 AirPlays 喇叭，语音控制先过本机 Allow List， 完成后再读真实硬体状态，不让模型自己说成功。Sentinel 想在接入 MCP Server 前找出风险，他用固定规则扫描让 GPT 依原始码复合，再用 Docker 跑固定 probe。 模型不能自己发明攻击程式，也不能引用不存在的 code。 Echo Canvas 让空间音讯创作者在进入游戏引擎前先听见并检查声音场景。模型描述空间真正的 geometry 和 audio calculation 仍由 deterministic system 处理。把它们压成一句就是模型负责模糊，程式负责确定，人负责后果。这不只是安全设定，当你决定哪一步必须可测，哪一步可以近似，哪一步一定要让人确认，产品才真正有形状。边界画好了，还要故意让它遇到坏资料，不然只是在纸上看起来安全。边界画在架构图上还不算产品，真正的差别是它遇到坏资料时会不会露馅。Second Voice 的作者公开写道，第一版 prompt 不是小幅退步，而是让它的语音评估结果明显变差，因为个人情境太强，把真正听到的声音盖过去了。
他们没有再靠感觉修一句 prompt， 而是把 pipeline 改成 evidence first structured output， 加上明确 abstention。逗，有2个南部腔 reference 没通过 validation 就先不发布，证据不够，宁可请使用者重录。Airbridge 面对协定不会告诉你的 latency， 就用房间里的麦克风真的量。Vetridge 则把 workflow 放到柜台，去看使用的人会在哪一步卡住。这些案例的共同点不是他们第一次就猜对，而是做出一个会让错误露出来的 loop。你的 MVP 不需要证明功能很多，他要能回答错的时候我看得到吗？我知道是哪一层错吗？我能安全地退回上一个状态吗？所以你的第一版不需要像一家公司，它只要把一个 loop 做完整。如果你也想做一个 AI 产品，先不要打开空白专案，拿一张纸写5个问题。第一，我每周真的遇到，而且比外人更懂的卡点是什么？第二，这个决定需要哪些看得见的证据？第三，哪一段交给模型？哪一段必须用固定规则？第四，什么时候要确认、重试、拒答，或把工作交回给人？第五，我准备拿哪一个真实案例，加上一个故意弄坏的案例测它。答不出第1题，先别急住加 AI。答不出第4题，也先别让它碰真实权限。OpenAI Build Week 的 winner， 很多是第一次参赛，但他们不是靠第一次得奖，他们带进场的是自己真正理解的问题，再用 AI 把实作门槛压低，把判断边界划清楚。你不需要先做出一间公司，先做出一个别人敢用，错了知道怎么退，用完愿意再回来的 loop， 那才是产品开始的地方。